前几天呢，找辅导业者，就是一起实验的大浩哥来讲了一下募资的一些内幕啊。那接下来就想说，我们找业者不够嘛，我们要去找一些真正有做过募资，然后自己从头到尾开发，然后也有说代理产品进来的一些业者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做募资这件事情。那今天我找到一位就是陶瓷良品的老板叫 Tony， 接下来我就直接开始问 Tony。Tony 你好。大家好，我是陶瓷良品的 Tommy。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也打滚了很久嘛，你要说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陶瓷良品的，人家就叫我 Tommy 哥，经营了10几年的代理商。那过去4、5年之后，我也开始研发产品，所以我在群募这边，包含说代理产品进来的预购式群募啊，或是研发的从无到有的这个群募产品，我们的品牌叫阿奇，其实我经验还蛮多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以做开发，就是从无到有，然后去上募之外，一个案子大概需要花多少钱？那要花多少时间去搞这个东西？如果是以香草鱼那个案子的话，那大概是2014年开始开发，我整个弄到好大概是2015年出版，然后2016年出一个改良版，然后2017年又出了一个智慧版，所以光香草鱼那个产品，我大概花了3年在上面。多少钱呢？我就有一台中古的小牛了吧。不少钱。上一期我就有跟大家讲过了，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募资啊？为什么你不好好卖就好？因为不是每个团队都那么有钱，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开模具是不是也要钱？开完之后，这个东西不太合，要改形状干嘛呢？又要钱，这些都是钱，所以真的不是说大家不够钱，所以才会上募资嘛。我想问的就是说，以你在开发产品的经验来讲的话，你觉得募资对你开发产品这个减轻压力有没有帮助，或意义大不大？应该是这样讲啊，我从我第一个开发的产品香草鱼来说，那香草鱼那时候在2014年、15年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很认同的，就是你就是从无到有的开发产品，他愿意等你1年、1年半、2年都没有关系。在那时候的氛围是这样，但是尤其是在 Kickstarter 国外的很多粉丝愿意等你1年的，但是因为到最后太多唬烂的公司国外的新创公司唬烂太多，拿了几千万美金然后就产品开发不出来，宣告倒闭，这种很难做的东西，就是像开模具很多研发的这种东西，慢慢的就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要么就是说他已经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后面有很大的公司在撑的时候的团队，他才敢继续做。不像当初很多新创团队这样。那我个人观察这个在群募的方式，不管国外国内也都一样。以前的 Baker， 我们所谓的赞助者，他是愿意等你1年、1年半的。但是借由这几年的这个群募的生态，包含有一些唬烂的团队，然后交出来的东西不如预期，所以其实消费者对群募这一块的耐心没有像以前那么有耐心了。那当然，除非你有大公司背书什么游戏我就没有做过，所以就算了，我是产品类的。那所以说，直到大概在2017、18年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研发团队东西已经做了80%、70%了，然后上去 Kickstarter 或是上台湾的群募平台，验证这个市场是不是接受我们的商品，我们在做最后一步的量产。到14年到17年的变化是这样，还是很多 Baker 很有耐心的去支持梦想啊，但是毕竟不是那么多 Baker 有耐心，大部分的都希望说获得一些实际的商品嘛。但是 Kickstarter 的宗旨本来它就是去支持一个梦想，当你去 Kickstarter 支持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 Kickstarter 不是一个商店，它是一个支持人梦想成真的地方，他会再三这边背书，他要你的 Baker 说你不可以用买东西的思维来买东西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像你的话，你有做就从无到有。还有也有帮人家代操的，像最近包包啊。那你觉得像这样子不同的案子来说，它难度会有差异吗？当然是从无到有的案子最难嘛，就是你从模具或是说开发，然后行销素材，然后还有那个照片、影片都要自己去做嘛。那像代理的东西，例如说像我代理 XP Design 或是代理 Korean Design 外国的牌子，它行销的东西都已经帮你做好了，所以我们只要翻译，然后在台湾做市场测试就很快。那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很流行这个所谓的预购式的群募这样，因为它门槛相对的低很多。那还有就是说，在 Kickstarter 那些和国外的也有做募资，那台湾也有做募资。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说，国内跟国外它的募资的一个平台的环境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吗？
在 Kickstarter 来说 ，Kickstarter 其实大部分的 baker 就真的就是他就是 baker， 他就是说他丢了下去之后，当然你不出货他也会干掉啊，但是他就不会像说台湾的这么急就对了。那很多在 Kickstarter 那边，其实我们也张兆宇的案子，我们当初本来是8个月要交货，但是中间很多 delay 大概4个月左右，中间也是被干掉了，干掉到最后我们 final 被出货，事情也就解决了。就是国外会鼓励你多过于第一时间干掉。那像在日本的话，像日本的 Makuake，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预购为主的群募平台了，它就不是一个真的是群募的平台为主。对日本的 Makuake 来说，它就是一个平台，让很多的贸易商或是代理商进日本前面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试销的平台。那Makuake说，你在我Makuake卖的不错，他可以帮你媒介到什么 Big Camera、多巴西啊，我跟日本Makuake都有在做。以你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就是 Kickstarter 它就是一个比较真的可以让你从无到有，它比较愿意让你等。台湾的话就是可能赞助者会比较急一点，其他海外啊，像日韩的话，就是可能它比较接近走预购，大概是这样子嘛。Kickstarter 它审核真的比较严，认为你的产品不够创新，而且不够有梗的话，它其实不会让你上。Kickstarter 的审核是蛮严格的。那就像你讲，日韩它其实就以预购为主了，甚至我记得韩国好像是你上架之后，好像30天之内要交货。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现在其实就是常常就是亚洲跟美国的这种综合体。台湾现在就是预购也很红，其实从无到有的群目也都还能做，也都还蛮红的。我是觉得从无到有的那个风险稍微有点大。它实在是很容易，因为各种小毛病就一直 delay， 然后消费者就一路骂，所以就也是很麻烦的。我以前是在产品有30%的把握我就上了，但是我现在做产品已经是 Q 到大概90%了我才敢上。当然 Q 到90%就其实没有什么，我其实就可以开卖了啦。但是为什么还会上群募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同业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新产品来的时候，我们拿去一般的这种零售通路，比如说各大电商平台或是各实体通路，他们常常遇到说你这下面米家卖这个价钱怎么样，我认为不能卖啦。其实这也是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啦。那其实像现在遇到一个很简单的解法，就是我们这东西拿进来了，我们在美国 Kickstarter 募了100万美，你要不要卖？通常这些通路就说来啊，为什么不卖？因为你已经有实战了，相信你的产品力，然后会给你比较多的资源。OK， 了解。好，谢谢 Tony 呢。最近的疫情有没有对你造成很大影响？去年疫情开始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了。之前做很多旅游产品嘛，然后做一些旅游的防盗包，没有旅游我就没啦。台湾所有的防盗包都是他的正版的，盗版就不讲了。谢谢大哥，谢谢。好，拜拜。谢谢各位观众，拜拜。看完了 Tony 的一个访问之后呢，相信大家对这种从无到有募资品应该有点概念。那接下来呢，一样是找我业内的一个好朋友，最近他在泽泽上也代理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他自己也有电商。那我也搞不懂，说为什么你有电商不在自己电商卖，而是要上募资平台？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下一段访谈。那接下来我邀请到阿达自己的朋友，就是台湾相当有名的佳美能，这间公司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专门在做电池啊那些。他们现在其实也引进了许多新的东西，像小家电啊，他们都有做。他们最近呢有一款非常便宜，然后功能很强大的那个蓝牙耳机也上了募资。其实我是觉得蛮奇怪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做自己的网站，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要上募资平台，而不是在自己的平台上面贩卖？这个问题我也想说，我干脆就请他来跟我们讲说，既然都有一个现成平台了，那为什么还是要选择在募资平台上做？那有什么优点？杨老板你好。你好，大哥。你好，我想请问就是说，像你这次的这个蓝牙耳机，我感觉起来就是性价比不错，然后蛮有竞争力的嘛。那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网站，请大家自己在那边预购，然后到时候我就时间到就发货就好？为什么还要特地上募资去做预购？像泽泽或者那些平台，它其实有分2种，一种就是你东西还在开发，我先做募资的动作；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东西都做好了，那我现在先预购，先收单。那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来做呢？做预购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想要先收集用户的资料，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产品的曝光。预购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泽泽是一个流量比较大的平台，我们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然后就想要去做一个测试看看。那测试的结果就是蛮多消费者他蛮讶异的，就是原来紫米这个品牌在台湾是有代理，而且我看好像反应非常的不错嘛，对不对？是。我想请问就是说，
那为什么你不会想说直接在嘉美能的一个网站虾皮的卖场，为什么不在那边直接做类似像预购的动作呢？是因为手续费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我们本身就是比较过在各大平台一开始做预购。也是出于成本的考量，在那些其他的电商平台，他们开出来的那个趴数，其实我们做集资也是希望说可以创造沾赢嘛，消费者他可以拿到便宜又好用的东西。我们本身在卖的话，我们希望降低成本，可是业者那边平台他抽成，我们根本没办法去达到说做到物超所值，因为想要做预购啊，做集资也是一样，就是希望东西便宜又好，可是就卡在成本。以你们现在自己的实务上遇到，就是说我如果在 PC Home 还是说像 Momo 这些平台做类似一样预购的动作的话，它的趴数会抽的比像嘖啊、像 Flyway 这些高很多吗？基本上我只能透露大概就是2倍，甚至是以上，因为我们在电商平台那边跟他谈预购这个，如果电商平台不帮我们曝光的话，我本身第一个抽成高，我们自己再去做广告的投放，这些整个弄下来，再加上出货，可能算一算是赔钱收场。像它本身会员啊，流量数就跟达哥的网站是一样多的。那像我们前几天测试，可能业绩销售量有稍微停顿的时候，这时候嘖帮我们发了一个电子报，隔天瞬间那个数量又销售了好几百组出去。所以平台方也会帮忙，不像电商方面的话，它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你还要另外自己再付资源。我们业者自己来提供这些曝光啊、流量这些。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是有这些关系，所以现在很多的产品大家都跑到募资平台上面去做预购的动作，这样子变成说你们的抽成被抽比较少，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比较便宜的价格来做早鸟价，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对，我们除了可以做早鸟，因为也可以得到消费者的资讯。曾经跟我买过耳机的，那我们有相关的产品，我还可以再去跟他做一个再次的推广。那我刚刚跟辅导的业者，就像一起实验那边，他说他们自己的实务经验就是说，这种预购的话，他如果在募资平台上做，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他可以在货拉进来之前，先做一个有点像试调的东西，比如说颜色啊，才不会说，原本你预估那个耳机白色比较受欢迎，结果实际上订购的时候可能是粉色比较受欢迎。你觉得会有这种优势吗？有，可以做一些市场的调查，价格带啊、功能性啊，消费者在乎的是什么，然后也让我们可以比较精准知道真正面对市场消费者要的是什么，就比较不会像以前自己猜，然后到时候搞错，囤多堆回底下做麻烦呢，这样子吗？赚到后面就赚库存了。了解，其实我很佩服现在还愿意做进货进来卖或者研发产品的厂商，真的是很有勇气啊。好，谢谢杨老板。那如果说大家对这款耳机有兴趣的话，我们下面会有连结，大家可以去看看。刚刚看完了那个我们访问的2个那一个是辅导业者，一个是真正有在募资的一个业者，大概知道说原来募资平台的功用是这样子。那我老实说，就以消费者的立场，或者是像我们这种所谓的专门帮人家开箱的来讲的话，像我的话，我会去看，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梗，这个产品它会不会很难实现？就譬如说，它如果太天马行空或太离谱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怕。我们也会看这个东西在淘宝有没有出现过。认真讲，东西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我甚至开完之后，人家还丢给我看，哇，糟糕，这个东西竟然是淘宝有的，很难避免呢。那而且我甚至也遇过说，那个厂商啊，他去开发了一个模具去做一个产品，但是中国的厂商呢，他跟你说你又没跟我签独家，他就把人家那个产品卖给别人去卖，而且最过分的就是说，台湾这边还在募资，那边已经开始卖了。这种情况我也遇过。老实说，业者也是很倒霉啊，花了那么多钱去做开发，结果在制作端那边被人家表了，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遇过的一个知名洗衣机，那个案子我也是很衰啊，在募资的时候，他卖得非常好。那个时候厂商本来要找我一起开箱，因为他卖太好，卖了几千台，他就说那我们先募资不要做，我等到 Momo 要上架的时候，他再请我拍开箱。那时候我就帮他拍一个开箱的影片。那其实那一个影片是 Momo 要上架预热用的。结果啊，等我那个影片出了之后，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出各种问题。要进来的时候才发现说，他少了深水标章，检验忘记做，甚至还闹上新闻，还有立委踢爆他没有进来。实际上他的东西都已经在港口，但是因为深水标章没过，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卖。认真来说，我们就只是针对产品去做一个开箱评测。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还要去管它出货顺不顺畅，组装的东西有没有跟原本开箱一样。那后面他根本就不会跟我讲，我怎么去完全掌握。有消费者跟我 complain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直接去跟我当初的窗口讲，那甚至我的窗口都是泽那些窗口，我根本也遇不到那个业者，所以说实在是很麻烦。那我这边也是老实跟大家讲，因为募资这个东西啊，它在买的时候或预购的时候，它跟一般的网购是不一样的。你在预定的时候，你如果后悔了，你随时可以退，然后他退款给你，没有问题。但是他募资结束完之后，那你就要正常等他出货流程。那认真来说啊，大部分刚刚大浩哥也讲了，就算是 T-Star 或 Indiegogo 也很少有完全准时的。麻烦你不要那么急，他收了钱，我不敢说他完全不会跑，但是以台湾的案例来讲，真的倒了然后不闻不问的，认真说不多。你真的要退的时候，对不对？只要业者还在，都退得了。像米克邦它的风米，或者是说它的空心机，它要 delay， 也都是因为卡在检验或者那些，那都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们最近也做一个补偿的方案，如果你有订那些东西的话，你自己去看。我是觉得这起码他还有意愿要处理，不像某一个募资的，他是做一个什么口罩的，搞2-3年还没出货，那种就相对过分。我是觉得说，大家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如果你没办法接受这个东西可能会 delay 出货的话，那我建议你不要去买那种从头到尾都是重新研发的那个，真的会有风险。毕竟研发就是要时间。那另外比较稳的就是预购，预购它们就是可以让你买的时候比正式买的时候价格还便宜，超早鸟的价格，就是为了便宜嘛。如果你等不了，真心的建议，那你就不要买，你就等它上市的时候用正常价格去买就好。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呢，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再找看泽啊，还是 5V 啊，直接平台方愿不愿意让我们做这种类似的访谈。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也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